地球上只有一個國家，全民以逃離故土為榮，以背棄家國為夢，以造假偷渡、走線叛國為勵志傳奇。這個國家就是把潤學修煉到滿級，把人口遷徙玩成國家級產業，把反向殖民做成全球壟斷生意的印度。巴利到現場發現，幾十個印度男人共用一個白人老婆。布谷面試的時候漏洞百出，連人體器官的位置都找不到，全員拒簽，中介呢卷款跑路，畢生積蓄血本無歸。普通人看到這裡以為是勵志翻車，實則是印度潤學的紀錄片。對，是真實的常態。就像我們以前看美劇是藝術造詣，實際上人家是紀錄片，一個性質。美國民間爆火的通廁所運動是個什麼鬼？為什麼美國人寧願耗時耗力組團搞事兒，也要把印度人擋在國門之外？左傳有言：國之根本在民不在土，民之初心在根不在利。自古以來，但凡大國子民，皆有故土情懷、家國根脈。富貴不還鄉，如錦衣夜行；困頓不離鄉，是為家國本心。但今天我要講的這件事兒，顛覆5000年人文認知，堪稱全球移民史上最魔幻、最無解、最細思極恐的奇觀。最近全網刷屏一場離譜的中美民間大戰，直接把我給看樂了。美國網紅、普通網民集體發起通廁所運動，幾萬人組團，不花1分錢，硬生生鎖死所有印度赴美航班機票，讓無數印度勞工、印度移民有家回不去，有路走不通。沒有暴力衝突，沒有輿論互撕，只用最簡單的搶票鎖座，就精準狙擊了泛濫成災的印度移民潮。為什麼美國人寧願耗時耗力組團搞事兒，也要把印度人擋在國門之外呢？因為他們看透了一個普通人根本看不懂的真相：印度移民從來不是簡單的個人謀生，而是一套成熟、體系化、流水線式的國家級人口入侵。一人潤出國，全村集體起飛；一人落地歐美，全族排隊空降。咱們先前剛聊了印加坡、印拿大的反向殖民，本期视頻繼續深挖根源，結合印度年度爆款神作《驢子人在旅途》，拆解印度獨有的巴拉特潤學終極密碼。為什麼印度能成為全球第一人口輸出大國？為什麼印度人造假、偷渡、走線、騙簽證，卻能被全民歌頌，拍成勵志電影？為什麼歐美各國一邊依賴印度勞工，一邊全面抵觸、瘋狂封堵？我是白方大佬大趙，歡迎來到老五局。之前美國互聯網出現一個極其詭異的現象，各大機票預訂軟件美區下載量一夜暴增，海量美國 IP 集中刷屏訂票，目標極其統一，印度飛往美國的所有航班。但離譜的是，這些美國人根本就不付款，所有人統一操作下單，鎖定座位，到期取消，立刻復購，無限循環。很多人看不懂這波操作到底是圖個什麼，答案堪稱降維打擊。平台規則有一個漏洞，用戶預訂座位後，系統會鎖定15分鐘，期間他人無法下單。只要足夠多人同時批量鎖座，哪怕所有人1分錢不花，也能100%霸占所有航班空位。這就是美國民間爆火的通廁所運動。當時特朗普政府正要收緊外籍勞工簽證，大批依靠簽證留美的印度人面臨滯留危機，各大企業緊急通知印度員工火速返美。美國本土民眾徹底怒，他們太清楚印度移民的套路，一旦順利返美，後續就是全家移民、族群壟斷、資源擠占、規則改寫。於是全民自發組織，有人整理全部印度赴美航班清單，有人分享批量鎖票工具，更有頂級大佬一個人直接鎖定100張機票。最終結果炸裂全網，印度赴美機票價格瘋狂暴漲，無數印度人一票難求，徹底堵死返美通道。气急敗壞的印度媒體直接發文痛罵美國人是極端右翼、排外、雙標。可美國網友只回了一句話，道盡所有真相：寧殺錯，勿放過。你們根本不懂印度人的潤學有多恐怖。很多人以為移民只是個人選擇，普通人討生活，大錯特錯。根據美國移民組織權威數据，目前1800萬印度人常年定居海外，遍布全球190多個國家，是毫無爭議的全球第一人口輸出大国。2025財年，海外印度人向國內匯款高達1354.6億美金，同比暴漲14%，再創歷史新高。這筆巨款支撐着印度半壁江山的民生經濟，也養活了印度無數底層的家庭。在印度潤學不是副業，不是選擇，是全民必修課，國家級產業鏈，底層唯一出路。
別的國家以扎根故土、建設家國為榮，唯獨印度以逃離故土、偷渡海外為傲。在印度旁遮普邦等核心區域，誕生了一個全世界獨有的魔幻習俗：誰家有人成功潤出海外，就在屋頂澆築水泥飛機模型炫耀。飛機越大，造型越豪華，代表家人在海外混得越好，全村都得高看一眼，自帶光環，自帶尊貴。大學有曰：知止而後有定，修身而後齊家。華夏文明千年傳承，講究安土重遷，落葉歸根，故土難離，家國為先。可印度文明完全反向而行，他們把背棄家鄉、逃離故土、造假偷渡包裝成追夢、勵志、反抗命運，甚至拍成頂級勵志電影，全民追捧，票房大爆。2023年底，由三傻大鬧寶萊塢導演執導，沙魯克汗主演的爆款電影《驢子人在旅途》，徹底撕開了印度全民潤學的離譜價值觀，也完美複刻了印度人全套偷渡、造假、走線、叛國的完整產業鏈。今天我們結合這部真實改編的電影，看透印度潤學的終極底層邏輯。電影故事取材於1995年印度旁遮普邦真實現狀，真實到讓人頭皮發麻。主角團3個年輕人：馬努、布谷、巴利，年紀輕輕，家境貧寒，在國內毫無出路。馬努家庭因騷亂破產，房屋被占，全家流落地下室。布谷父親失業，母親被迫打破宗族禁忌，拋頭露面打工。巴利家負債累累，生活困頓，3人打零工，賣飛餅，做理髮，累死累活掙不到溫飽錢。在種族固化、資源壟斷、階層鎖死的印度，普通人一輩子都看不到希望。於是3人達成統一共識：國內捲不出頭，不惜一切代價潤去英國。只要能出國，哪怕造假、偷渡、撒謊、叛國，一切都值得。首先，他們嘗試的是印度最成熟的正規造假移民產業鏈，中介一手包辦全套騙局，給巴利匹配吸毒白人女難民，假結婚辦配偶簽證，給布谷偽造醫生學位，走商務簽證，給馬努偽造摔跤運動員身份，走體育簽證，全程明碼標價，流水線作業，15萬盧比打包服務。結果呢，翻車翻的哭笑不得。巴利到現場發現，幾十個印度男人共用一個白人老婆。布谷面試的時候漏洞百出，連人體器官的位置都找不到，全員拒簽。中介呢捲款跑路，畢生積蓄血本無歸。普通人看到這裡以為是勵志翻車，實則是印度潤學的紀錄片。對，是真實的常態。就像我們以前看美劇是藝術造詣，實際上人家是紀錄片，一個性質。印度潤學從來不是個人僥倖，是制度化、產業化、規模化的集體造假。第一層造假，學歷造假。印度古吉拉特邦考場，官方明目张膽創收，關閉攝像頭，撤走監考，花錢就能買高分雅思名校文憑，誕生無數不會說英語的雅思狀元。有人拿着政治學高分文憑，海關提問直接回答學炒菜，離譜至極。第二層造假，身份造假，假學生、假醫生、假運動員、假婚姻、假難民，全套證件、照片、人脈一條龍服務。加拿大曾曝光700名印度人假學簽大案，全員造假，集體黑工。事發後，印度族群集體遊行施壓，逼迫政府法外開恩。第三層造假，簽證套利，無數印度人專門報考無教室、無師資的野雞大學，落地直接輟學打黑工，靠漏洞混居留拿綠卡。美國移民局曾調於執法，自建空殼大學，一招抓獲了200多名騙簽的印度人。可即便批量遣返，依舊擋不住源源不斷的後來者。正規渠道全部翻車，錢財耗盡，走投無路。主角團沒有絲毫反思家國、感恩故土，反而更加瘋狂。合法走不通，那就走死路。他們選擇了印度最殘酷的驢子走線，這是一條死亡率高達75%的亡命路線，從印度越境巴基斯坦，穿越阿富汗戰火、伊朗戰區、土耳其邊境，最終偷渡歐洲，全程徒步涉水，躲武裝分子，躲警，避軍警抓捕。屍骨無存是常態。電影裡的劇情已經刻意美化，真實走線遠比畫面恐怖。戰區武裝分子以射殺偷渡者為樂，同行路人當場被斃命。墨西哥黑幫專門狩獵印度走線人，勒索贖金，逼迫販毒、販賣器官。印度女性走線被侵害概率近乎100%，無數人歷經千難萬險，最後倒在邊境線最後10幾米，暴雪、飢餓、疲憊，生死異鄉，無人收屍。可即便如此依舊擋不住印度人的潤國狂熱。最諷刺的是什麼？
歷經九死一生抵達英國。他們夢寐以求的天堂，根本不是想象中的繁花似錦。僥倖上岸的巴黎，偽造照片騙家人安居樂業，實際擠在10幾人的擁擠宿舍，街頭扮雕像打黑工，掃廁所幹最底層苦力，見警察就躲墓地睡覺，活得如螻蟻鼠輩。為了拿永居身份，這群人更是毫無底線，花錢假結婚，刻意抹黑祖國，編造被迫迫害經歷，當庭撒謊申請政治避難。孟子曰：人有不為也，而後可以有為。君子有所為，有所不為。立身之本，家國之本，不可背棄。可印度潤人為了一張綠卡，一份洋身份，可以拋棄尊嚴，背棄故土，抹黑家國，不擇一切手段。很多人疑惑，同樣是海外移民，為什麼華人勤懇低調，深耕實業，謹小慎微，始終難以形成強勢的族群勢力，而印度人靠造假、偷渡、吹牛、抱團，卻能橫掃歐美，掌控政壇，壟斷職場，反向殖民。這就是全網最刁鑽、沒人深挖的巴拉特潤學降維優勢。第一，無底線心態碾壓所有亞裔。華人移民講究踏實肯幹、謙遜低調，堅守底線。印度人興奮，只要不尷尬，尷尬的就是別人。吹牛畫餅、PPT 造勢、臨場忽悠，哪怕只是跟大佬擦肩而過，都能包裝成深度合作。西方人偏偏就吃這套，誤把高調吹牛逼當成能力，把踏踏實實當成平庸。第二，壓縮包式抱團，無解裂變。一人出國，全族起飛；一人入職，全員內推。印度人自帶宗族閉環，族群壁壘高度統一，一致对外，輕輕鬆鬆壟斷行業，把持崗位，掌控資源。第三，制度同源，心態碾壓。印度曾被英國殖民100年，制度、語言、思維完全貼合西方，沒有文化隔閡，心理自卑。他們去西方不是融入，而是回歸了主場，居高臨下，自信心爆棚，侵略性極強。第四，選票政治完美拿捏，高度統一的投票率，鐵板一塊的族群立場，讓歐美政客爭相討好，不斷讓步，用政策傾斜、特權優待換取票倉，最終一步步被反向拿捏，徹底同化。放眼全球，英國街頭反移民遊行，抵制印度潤人，結果遊行隊伍的午飯全是印度人擺攤售賣。英國頂級豪門新度假家族3代定居西方，依舊保持高種姓特權，專門從印度引進奴僕，在西式豪宅裡復辟種姓制度。美國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亞、日本，所有接納印度移民的國家，全部陷入同款死循環。初期猎奇包容，中期被迫妥協，後期徹底淪陷，本土失語。整部驢子電影最讓人細思極恐，從來不是走線的艱辛，而是全員扭曲的價值觀。主角團靠抹黑祖國、撒謊叛國、偷渡欺詐換取海外身份，晚年身患絕症，走投無路，又想落葉歸根，回國養老。整部電影不僅沒有一絲批判，反而大肆美化，強行煽情，把背棄家國的精致利己者包裝成逐夢勇士、悲情英雄。片尾字幕更是三觀炸裂，控訴簽證制度不公，控訴邊境壁壘，控訴發達國家排外，全然不提自身造假欺詐，背棄國土，不擇手段。道德經講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真正的追夢是憑本事立身，憑德行立足，憑雙手改變命運，而非靠欺詐、靠偷渡、靠叛國、靠犧牲底線換取安穩。我們從不反对普通人追求美好生活，出國深造、海外發展。正常的移民是勤學精進、立業安身、回饋家國，雙向成就。而印度式潤學是拋棄底線、背棄家國、精致利己、唯利是圖。這也是華夏文明跟印度文明最本質的區別。當一個國家的年輕人全員以逃離為夢想，以背棄為勵志，以造假為能力，以叛國為榮光，這個國家看似人口龐大，實則空心無根，行而不遠。反過來，那些無限接納移民的西方國家，看似多元包容，吸納人口，實則自毀根基，拱手河山。歷史總是以一種荒誕卻又嚴絲合縫的方式進行着輪迴。500年前，哥倫布滿世界尋找印度，卻陰差陽錯開啟了西方對全球的擴張。500年後，印度人滿世界尋找樂土，卻在無意間完成了一場對西方文明最溫潤也最徹底的反向加冕。你看，這世間哪有什麼憑空的國運，不過是一場人口與文化的無聲博弈。如果有一天你漫步在多倫多，看着滿街的神像與恆河氣息，聽着旁遮普語的喧囂，在那一刻請不要驚訝，因為這不僅僅是地名的更改，而是文明史書上那行名為反向殖民的注腳。
終於以這種最魔幻的方式落成。我是不愛放大招，點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